瑞宝今天的警觉让爱宝丢尽了脸。爱宝原本正静悄悄地趴在小亭子上铲青团，结果灰宝被青团掉落的声音吓了一大跳，立马起身查看怎么回事。而瑞宝这里受灰宝影响，头也不回的直接跑走。爱宝此时尴尬死了。爱宝跟姐妹俩讲道：“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这让姨姨们会误以为妈妈的青团是有多吓人的。”而此时瑞宝这里眼看妈妈和妹妹都没跟上，回头看去才发现是自己太紧张了，又跑了回来。而爱宝现在根本不想看到姐妹俩这丢人的地方，爱宝一刻也不想多待。这时通道门刚好打开，爱宝直接走回了家。爱宝回家后，宋爷爷和圣熙阿姨来到了园区。原本正要奔向宋爷爷的瑞宝看到圣熙阿姨后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圣熙阿姨，这让圣熙阿姨心里暖暖的。而辉宝最近与宋爷爷的感情越加亲密，辉宝最近总在默默地迎合着宋爷爷。宋爷爷在通道门口呼喊姐妹俩过来，瑞宝纹丝不动，只有辉宝走了过来。于是宋爷爷便将自己手里的胡萝卜全部给了辉宝。辉宝越乖，宋爷爷越宠。当瑞宝和妈妈一起回房间休息时，宋爷爷就偷偷给辉宝喂小胡萝卜。不过辉宝这时显然不太想吃胡萝卜，辉宝简单咬了一口后便放下手里的胡萝卜，跟着爷爷的步伐转来转去。辉宝再也不是让宋爷爷出主的捣蛋鬼了，辉宝现在是听爷爷话的乖小孩了。今天爱宝的饮水盆有了不一样的变化，饮水盆里面的水成了小喷泉的形状。这时爱宝眼瞅瑞宝又打算去自己的饮水盆里洗屁股，给瑞宝赶走。爱宝给瑞宝按在身下一顿收拾，让瑞宝离自己的饮水盆远一点。挨揍后的瑞宝赶忙逃走，3两下就爬到了树上。等爱宝检查完自己饮水盆后，折返回来，看到了此时在小亭子旁边的辉宝。爱宝误以为这是瑞宝，等给辉宝打了一顿后，才发现自己打错人了。尴尬的爱宝立马收手，四处张望着，心想瑞宝跑哪去了？瑞宝这里直到一会儿妈妈离开，圣熙阿姨来到园区后才赶下来。圣熙阿姨来了，瑞宝也不害怕了，马上就安逸上了。瑞宝慵懒地躺在圣熙阿姨的怀里，舒服的不像是个熊。而圣熙阿姨看到瑞宝这么可爱，也舍不得离开。虽然工作已经完成，但就是不想回去，想着躲在瑞宝身边玩一会儿。此时的辉宝不愿意了，来到小亭子边，呼喊着姨母，表示姐姐可以了，该轮到自己了。小亭子上有胡萝卜，辉宝不吃，必须吃圣熙阿姨亲自喂给自己的。姐妹俩这人小鬼大的模样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辉宝挡在独木桥上，有点碍事儿，爱宝直接给辉宝推了下去，表示不要挡着道。孩子大了摔2下，爱宝也不会心疼了，尤其是辉宝早已经摔皮实了，但辉宝委屈想求安慰。辉宝走到窗前和姨姨们告妈妈的状，但姨姨们没有领会辉宝的意思，全沉浸在了辉宝的可爱之中。辉宝这波宠粉，姨姨们纷纷表示今天的门票钱值了。姨姨们看着辉宝这可爱模样，不断呼喊着耶波耶波。下午江爷爷来到园区，来为爱宝收拾竹子，顺便带姐妹俩回家。江爷爷明白大熊猫听不懂自己的话，于是便更改了自己与宝家的交流方式，改用手语了。江爷爷用手指模仿走路的样子，示意辉宝往前走，而调皮的辉宝根本不听。辉宝走着走着就趴了下来，表示自己累了，要休息休息。辉宝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而瑞宝此时就默默地趴在小滑梯上自己玩耍着。瑞宝继承了爱宝的性格稳定，妥妥的淑女熊。瑞宝看到爷爷走了回来，于是坐起身，之后目光便一直跟随着爷爷。看到爷爷靠近，瑞宝于是便躺了下来，跟爷爷撒娇，将爷爷把瑞宝揽进怀里，将爷爷宠溺地揉了揉瑞宝的小肚子。瑞宝的表情满是开心和享受，而辉宝这里正在追逐宋爷爷。自从爱宝给2个爷爷生了双胞胎后，2爷爷就没再因为熊猫不够分而吃醋过，一人一只玩得刚刚好。江爷爷陪着瑞宝，宋爷爷陪着辉宝，不仅2只熊猫玩得开心，2个爷爷因有瑞宝和辉宝的陪伴也很开心。而与此同时的爱宝正在室外园区吃竹子，没有了姐妹俩的打扰，爱宝的生活也变得悠闲起来，可以独自享受一整个室外园区。爱宝在小木床上吃完竹子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铲青团。爱宝对室外园区越来越熟悉了，而宝家的唯一男熊此时正在睡大觉，宝家活得最轻松自在的非乐宝莫属了。姨姨们看着辉宝这个样子，不禁想问，这个皮靴就真的这么好吃吗？辉宝对皮靴的喜欢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。辉宝抱着皮靴用尽全力进行撕咬，甚至还想给爷爷的皮靴带到小亭子上慢慢啃咬，但事与愿违，不小心给皮靴掉了下来。于是宋爷爷开心地跑上前，将自己的皮靴捡起来，赶紧穿上。姐妹俩现在越来越粘人了，不过这个样子很可爱，
瑞宝凑在爷爷身边，一会儿咬咬爷爷的裤子，一会儿咬咬爷爷的衣服。可能是因为现在正是姐妹俩长牙的阶段，瑞宝和辉宝的牙齿比较痒，所以喜欢咬东西。而与此同时的爱宝正四仰八叉的躺在室外园区的小亭子上，享受阳光。一会儿，宋爷爷给爱宝在室内园区放置了新竹子，但被辉宝先发现了。爷爷现在都开始害怕辉宝了，因为辉宝现在的小牙齿真的能给胡萝卜啃动了。所以为了怕辉宝偷吃，爷爷打算给胡萝卜换个地方，但最后还是被聪明的辉宝找出来了。辉宝抱着胡萝卜肆无忌惮地啃着，因为辉宝知道妈妈现在还没来，所以根本没有在怕的。瑞宝这时也闻着味儿找了过来，打算和辉宝一起分享妈妈的胡萝卜，但辉宝表示不给，因为这个胡萝卜是自己找到的。于是姐妹俩便展开了一场胡萝卜保卫战，因为一根胡萝卜打了一架。宋爷爷表示为了公平起见，自己应该给胡萝卜收走。不过姨姨们也不用担心爱宝的胡萝卜会不够吃，因为宋爷爷另外给爱宝安排了。宋爷爷给胡萝卜插在爱宝回室内的小路上，这样爱宝可以体验自己动手采摘的过程，仪式感满满。爱宝吃着清甜可口的胡萝卜，表示自己很满意。但是爱宝吃完眼前的胡萝卜后，就向奶爸走去。看来对宝家而言，饲养员远比小零食具有吸引力。宋爷爷退到门里，然后让爱宝慢慢吃。晚上爱宝带姐妹俩回家后，爱宝趴在奶爸面前睡觉，而姐妹俩则自己乖乖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玩耍。这样看上去，姐妹俩还是很让人省心的。第二天，姐妹俩出门，由于刚吃完早饭，姐妹俩现在活力满满，尤其是辉宝。辉宝来到园区后，就盯上了南天宝，抱着南天宝就是拳打脚踢。南天宝被辉宝压弯后，辉宝又立马起身，南天宝一下打在了宋爷爷的头上。宋爷爷问辉宝是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在报仇？辉宝表示自己没有，然后立马跑走。辉宝和瑞宝在园区一阵玩耍后，又莫名其妙的在饮水盆前打了起来。宋爷爷表示，大猩猩家族为了跟对方表示友好，就会跟对方进行打闹玩耍。或许辉宝和瑞宝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彼此的喜爱。姐妹俩玩闹累了，瑞宝去到了小树上睡觉，辉宝则坐在妈妈身前吃起了竹子。瑞宝、辉宝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，悠闲且治愈，安宁且和谐，总是让人感觉是误入了童话世界。爱宝又在收拾姐妹俩了，这次接受知识洗礼的是瑞宝。瑞宝在妈妈怀里被拽来拽去，想必爱宝这又是在传授瑞宝保命的本领。爱宝看瑞宝精力不集中，于是给瑞宝放到了小课桌上，准备好好给瑞宝讲讲在野外生存的本领。被妈妈教育了一番后，瑞宝整个熊都快累趴了。瑞宝趴在独木桥上休息，而爱宝则去到了辉宝身边，但结果瑞宝刚休息没一会儿，爱宝又走了回来。瑞宝眼看自己又要完，立马往小滑梯上爬，但是爱宝赶到后，瑞宝又被无情的拽了下来，继续接受妈妈的宠爱和知识的洗礼，直到最后爱宝彻底对瑞宝失去兴趣，爱宝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瑞宝爬到小滑梯上，心想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而乐宝这里此时正在室外园区晒太阳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吃着竹子。乐宝的生活别提有多令人羡慕了。等第二次排队回来时，瑞宝和辉宝凑在一起打了起来，这谁也不服谁的样子着实可爱。姐妹俩用武力分辨不了输赢，于是便比赛爬树。爱宝感觉姐妹俩这样子有点危险，便赶来查看。而本来领先的辉宝爬到一半，不小心踩空，从树上摔了下来，还翻了个跟头。而爱宝这时听到了奶爸的呼唤，于是便头也不回的回家了。爱宝走后，江爷爷走了进来，江爷爷为爱宝收拾着竹子，由于没注意脚下，差点摔跤。而瑞宝这时跑来爷爷身边捣乱，对着爷爷的皮靴啃来啃去。现在姐妹俩的咬合力越来越有力气了，江爷爷被咬疼了，爬到了小亭子上。瑞宝没有就这样放过爷爷，自己也跟着爬了上去。这几根竹子给江爷爷打扫的晕头转向的。竹子收拾完后，江爷爷抱着竹子离开，然后又紧接着抱了新竹子回来，这是为一会儿爱宝休息完出来准备的。等竹子放好，江爷爷又去拿了清理青团的工具。江爷爷这几次往返便是清理园区的工作流程。而姐妹俩可能是刚才玩累了，这时都变得乖巧起来，没有再给爷爷添乱。